面讲了两岸的关系，但是美中的对抗又如何呢？在各自寻找小圈圈支援的盟友的阶段上面，现在拜登在忙着做什么？忙着美日韩领袖8月底准备要在华府举行3边峰会，当然要把日本跟韩国拉近一点，这个中国大陆的邻居更要把它牢牢抓在手里，跟他一起来抗中吗？那么所谓聚焦东亚局势，包括了北韩要核导弹发展计划，跟中国的霸权行为都成为这个所谓会议上要讨论的针对的目标跟方向啊。那其实日本最近有几个话题是引起了韩国非常的不满，甚至是紧张的。两国关系紧张是原因。福岛的核废水川即将要排入海里了哦。6月28号之后是最终检查之后呢，现在日本的化妆品在中国遭到网友的抵制，而韩国方面也是很不满。马上在南韩的部分发生了一些事情，叫做囤货，囤什么货？叫做盐价暴涨75倍。他们担心如果真的排放入海的时候，海水有毒，那萃取出来的盐等等都有食安上的问题，更不用讲啥鱼产品啊等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韩国人爱吃泡菜嘛，被说万一这些盐通通都有问题，都有毒的话，那他们怎么办？所以才会出现了这个囤盐潮啊，货架被扫空，跟我们前阵子蛋一样。所以330公克的这个食盐飙了3.6万台币，飙涨了75倍哦。所以呢，现在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说了哦，希望中韩相向而行。虽然在日韩本身有一些矛盾冲突，美国其实把他们拉在一起，中方也没有放弃要跟双方对话。所以呢，韩国的外长就说了，没有理由跟中国交恶啊，还是有很多可以跟中国战略沟通，希望韩方跟中方相向而行的空间。而韩国呢，跟中国的关系近期虽然好像降温了一点，但地方首长仍然认为啊，应该要持续的推进民间交流，让双方的关系，尤其是在经贸上面不会产生不稳定性。来看看地图上面为什么最近有一些这个巡航舰啊，各种的演习引起了各国有点紧张，尤其是没有忘记中美现在的国防的对话是中断的，完全没有沟通管道的。所以当这个中越的巡逻舰27号、28号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呢，这2艘南海进行的联合巡演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中国提出来，反而要跟越南进行更紧密的军事合作，想要打破像这样子的紧张关系吗？其中似乎习近平在南海策略很明确定调，友好越南，冷对菲律宾吗？李尚福国防部长说了中越两军发展的势头很好啊，中方很愿意跟越方加强双方的高层沟通，完善机制。这个是美国没有的，拿不到的。还有深化务实的合作，越南也释放出善意，他们继续在政治工作边防交流跟中国合作啊。所以双方像这样握手，李强跟他们总理互相共事的这个共同的画面，也就展现出来说要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就避免擦枪走火，所以呢就不见得会完全符合美国的心意咯。那当然，俄国出现这个轻型护卫舰出现在宜兰冬奥，一度大家新闻媒体推播也有点紧张啊，因为俄罗斯军舰出没在东部海域，台湾严密监控是有2艘的俄国的护卫舰出现在我国东边的海域，所以呢赶快去紧张担心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呢？那当然这也是必须监控的一个部分而已哦。那习近平呢跟日本的关系同样一样，打冲绳牌是什么意思哦？所以在美国战争学院的一个教授最新的说法认为，习近平在论述琉球历史问题特别提出来是有意义的，具有政治跟军事的双重意义。这几年来日俄北方的4岛争议一直迟的没有办法定论，这也是日本现在相对紧张跟担忧的地方。所以中国目前维持中立的话，不会轻易提出冲绳地位，但习近平这番谈话特别提了冲绳，似乎也对台湾有事万一发生的时候可能的影响产生了这个预防的效果，要让这个岛链施压，这个断掉美国希望掌控的区域链哦。那当然还有中越防长的北京会晤啦，那或者是习近平会晤，范明正要发挥的互补优势，越南在这一块南海区域里头扮演的角色，跟美中当中所赞成的平衡的一个关系。戴教授，我先谈一下琉球的问题，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有趣了。我再来谈一下这个美日韩的问题啊。琉球问题事实上在2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有一个开罗会议，就是美国还有中国还有英国啊
在开罗召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罗斯福2次的就提出来说要把琉球在2战以后那么要交还给中国。那当时与会的是蒋介石。第一次罗斯福给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就拒绝了。第二次罗斯福以为是蒋介石没听清楚，再给蒋介石，蒋介石还是拒绝。后来蒋介石就跟他的外交部部长就埋怨说，这个罗斯福是不是有问题耳背他说要把琉球交给中国，然后这个外交部长就请问说，他说军座，那您怎么回答？所以蒋介石说我拒绝了。他说糟糕，坏事了，琉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你就可以知道，美国由于在过去曾经在琉球王国的时候派有领事住在琉球王国，所以他知道我琉球过去是独立王国的，是被日本并吞。所以在2次大战以后，他的主张是琉球应该回到中国的，中国是他的宗主国，就是他是藩属国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要把它交给中国，而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后来就告诉他外交部长说，绝对不能讲这个密辛。我想各位去查一下，李敖也曾经写过这段历史这个是坦白说，蒋介石那时候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现在习近平再度的提到琉球的地位的问题的时候在告诉日本什么呢？在告诉日本，你打台湾牌，琉球迟早也要重新独立那这个牌不是就你能打，还有很多人可以打琉球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有一种暗示，那就让日本开始产生一些压力。好，我们回来谈美国。美国拜登花了一些力气把韩国拉回来了，总算美日韩又形成了一个军事的铁三角。那目的当然现在是针对于中国大陆，要遏制中国大陆。所以8月份的时候准备在华盛顿再召开一个会议。然后目前来讲有2块是拜登要韩国跟日本一定要配合，那也就是1块在军事上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韩国就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萨德系统说环评通过了马上就要开放。我想中韩的关系会很紧张。另外一个就是在半导体方面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目前拜登所做。美国、韩国跟日本是完全配合。在这个完全配合的时候，有个插曲出现了，就是日本要把这个福岛的这个废水核废水要把它倾注在大海。韩媒今天有个报道，而且这个报道还很大，他们说他们掌握了证据，日本花了100万欧元去贿赂国际原能署的秘书处的职员，然后在这个原能委员会的日本的核废水这个地方放水了。检查的标准，检查的标准放水了，对，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在指控，所以中国的外交部根据这个报道，那经过记者的询问的提问的时候，他说，第一方面要求联合国调查这件事情，第二个要求日本要出来说明有没有100万元的这个贿赂的问题。好，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们都强烈的反对日本把核废水放出来。虽然韩国的总理曾经说过他可以喝，不过我是主张了，那你觉得可以喝的就拿回去喝。那日本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那日本就拿回去自己用，不一定要倒在大海嘛。就说如果日本觉得它很安全没有问题，那就自己使用嘛，就拿到日本的自来水厂就给这整个日本人使用，何必要倒到大海？要倒到大海就代表它有问题。那我个人强烈建议，因为日本的渔民也都强烈反对日本的渔民强烈反对，韩国的渔民强烈的反对，那现在台湾的渔民其实也应该要强烈的反对。如果以后捕鱼发现你的渔获量有含这些辐射的话，应该向日本提出告诉。所以在我们台湾的法院可以向日本提出告诉，我觉得这一点要保护我们的权利而战。但是怎么把关？其实我们政府跟日本方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机制没有像韩国政府。对，所以一定要下架民进党政府。左教授怎么看呢？在南海的战略、中美的对峙里面，不管是硬的、软的，有各种的策略联盟都在对峙当中。
对，这里头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越南的角色啊，因为越南的这个总理范明正目前正在中国大陆访问，那么同时他带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访问团，包括他的国防部长潘文江，目前也在大陆，同时跟大陆的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举行了双边会议，所以路透社特别报道就是说，李尚福提到说希望加强跟越南之间的军事合作，不过。其实越南的角色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事实上过去以来呢，它一直跟中国大陆保持了一个密切的关系，但是它也跟美国、跟俄罗斯，甚至跟印度也都保持了非常密切的互动。所以西方国家其实蛮紧张，认为说，越南会不会跟中国大陆走得太近？其实它既不是太近，也不是太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之间的沟通一直是非常的绵密的，比如像双方的这个军舰不只是相互访问，而且海军跟海警每年都有2次的共同巡逻在北部湾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共同巡逻，或者只是一个军舰的访问，双方在武器这个层次其实是没有交流的。越南的武器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那么他现在也开始向印度去采购，甚至他也之前也有谈过跟美国的这个武器的合作。当然，因为那个是非常有限，因为美国的军备对越南来说太贵了，所以后来美国希望越南不要去购买俄罗斯的武器，那越南就反对。所以后来美国跟越南的军事关系有一段时间比较冷淡。但是就在越南的国防部长在北京访问的同时，美国的军舰就是这个雷根号的航空母舰正在越南访问。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越南它的一个策略是什么？第一个，它不会跟美国结盟，虽然它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的这个密切。第二个，它还是保持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密切的沟通，而且你看，它是总书记去，然后总理去，甚至之前还有一个越南中央的常务书记专门组了一个代表团去，就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他是非常重视跟中国大陆的密切的沟通。这个其实就是越南生存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学术界有时候称之为是避险，就是说越南虽然跟美国密切合作。这个来防止，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它的这个在南海上的一些军事行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不会完全跟中国大陆这个闹翻了，它还是保持双方的一个绵密的关系，所以它就可以维护它的这个一个安全，特别是它外交上的独立自主，这是很重要的。那韩国相对来讲，我认为现在是所有在东亚看到这个东亚这个区域竞争里头的焦点，为什么呢？因为韩国在前任的这个总统文在寅的时候跟大陆是非常密切的，但现在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可是这种转向其实已经不是尹锡悦个人的，而是看到韩国的产品现在销到美国去的比去年销到美国去的比销到大陆的还多，这是从2004年以来首次销到美国的多于销到大陆。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需要韩国的什么呢？需要它的汽车，需要它的电池，甚至需要它的这个太阳能板取代中国大陆。对，另外一方面，它销往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因为美国的限制而也减少。所以我认为这个趋势如果继续下去，那韩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就可能会发生质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下一步要观察的一个重点。彬哥，虽然中美之间现在有一些互访持续要进行当中，但沟通没有恢复嘛？那我们台湾好像很容易紧张，2架俄罗斯军舰出现在东海，就赶快监控，也担心，因为在区域平衡上面随时会擦枪走火的风险。其实整个南海也都是如此。其实这是因为现在台海的局面比较诡谲，所以我们对这个俄舰经过的这个消息会比较放大去做解释。实际上，过去俄舰就常常经过，只是大家没把它当一回事而已。那俄舰经过这干嘛？因为以前俄舰常到那个东南亚去啊，只是我们的新闻不太报而已。那现在俄舰过来干嘛？因为现在中俄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军事同盟，至少在东亚这一块这边是这样的。所以中俄最近常常在一起做演习，甚至一起去绕日本把它绕一圈，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未来在东亚这边的局势很明显就是美日韩再加上加澳，也就是加拿大跟澳洲，大概对抗中俄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未来的一个基本局势会这样出现。可是问题是，美日韩之间真的就完全没有任何矛盾吗？比如说现在你日本要排放这个废水，那请问一下，韩国能够做事吗？最近尹锡悦因为操纵一连串就是抗中的这个议题，让他民调回升了。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坐视日本排放废水这个问题不处理的话，我认为他在韩国的民众的支持度又会往下掉，因为韩国民众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反感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日本跟韩国是有历史性的仇恨的。那你怎么可能因为尹锡悦的随便一句话就把所有的过去的仇恨都忘掉呢？这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韩国当然现在有一个矛盾，就好像刚刚左教授讲的，因为他对中国的输出大幅下降，然后他现在反而是以输出到美国为多。在这种状况下，韩国人开始对中国大陆人比较反感。可是我也请韩国人注意到，当你对中国大陆输出减少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的经济严重衰退。所以表示你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其实本身还是很高的。你有必要跟中国大陆成为敌人吗？实际上，像越南这种态度才是正确，也就是我两边都不得罪，但是我就游走在两强之间。其实韩国本来的国策也是这样，只是尹锡悦上来变了。那尹锡悦，你真的要一路这样走到黑吗？看看中美之间的对抗哦，当然现在中国大陆有个盛大的夏季达沃斯会议正在举行当中，非常多国家的领袖都在这里共同见面。其中纽西兰总理当然是备受礼遇的一位啊。习近平见纽西兰总理的时候，还特别强调要自立自强，不是闭关锁国。从习近平嘴巴里面讲出来是说，发展是中国第一要务，要推动中纽之间全面的战略伙伴哦。那关系叫什么呢？行稳致远，代表是一个长期的稳定合作。而纽西兰的总理席金斯也说，跟习近平的谈话呢是充满了热情跟有建设性的。那当然，席金斯因为领导抗疫的之后呢，一役成名之后，屡次跟澳洲杠上保守派之后，就任务就瞄准了经济。经济要怎么好，让民众过得好呢？当然，访华就是重要的市场啊。昨天我们特别讲，面包上面的奶油在哪里？在中国嘛。所以习近平要会晤的还有谁？还有巴贝多总理、蒙古总理，哇，各方的领袖在这里，天津在中国集合啊。所以当这些会面的场合里头，告诉大家什么？中国正在搭乘一叫做发展的快车，要跟世界各国来进行合作。但是这个时候，中国跟美国距离很近的这个古巴这里，是不是有一些部署也引起了关注？美方这里的一些媒体都分析说，解放军有没有可能？如习近平一下令的话啊，在古巴的这个部署飞弹，还有一些军事设施，就有可能就近攻击美国本土吗？中国拉拢古巴，意味着亚洲战争将接近美国本土，让美国才会担心。美国之音甚至报道说，佛州啊，除了是科技跟金融中心，更是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包括了有美国的南方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等等哦。在这么多重要的潜舰基地底下，中国的一些布置都让像美国智库研究员费雪这样的人感到担心，对美军可以造成的牵制，又可以有效降低美军在其他战区的胜机。所谓其他战区是什么？当然就包括台海咯。那现在拜登呢公开批评了这个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之后，当然后来他说，我相信不会影响我们双方的合作进程或者是对话的空间。所以延续布林肯访中对话之后，美国副国务卿也跟 Sherman 也跟谢峰驻美国的大使通了电话，希望延续布林肯访中的对话。只是Sherman 2天之后就要退休了，现在找谢峰谈，在美国打电话不见面是不是也代表着某一种程度的水温呢？那叶伦呢，准备7月初要访华的这个消息，何立峰跟他要见面，当然这个都来自于像比方这个是 Bloomberg 的报道西方的媒体的报道，中国方面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去面对证实这个消息。但是呢，刘鹤即将要卸任之后，退休之后，就由何立峰3月要接替，接下来跟美国财长的见面，似乎也是符合双方的位阶跟对等的地位。所以美国要考虑对中国要祭出新一波的 AI 晶片出口管制。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怎么去双方再谈其他的经济财务的合作呢？这是在为了拉高跟中国接下来的谈判筹码，还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双方对于所谓护栏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大陆对于美国的军事对话是不太一样的立基点，所以要造成护栏还是危机管理机制，北京显然这个高度跟看法跟布林肯是不一样，也给他了一个清楚的界限这个时候，当然俄罗斯在兵变这个事件1天之内结束之后呢，美国国务院这个时候发表看法了，他居然说希望能够引渡普里格金到美国去他们强调如果普里格金现身跟美国签订
引渡条约的国家呢，美方希望能够寻求引渡他，可不过他也没有跟俄罗斯或白俄罗斯有这个引渡条约啦。之前拜登还特别强调这个兵变跟美国无关，但这个时候说要引渡他，所谓又何来呢？当然有很多联想哦。那这个事件能够落幕，卢卡申科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而现在普里格金人就在白俄罗斯，那很有意思。这个卢卡申科还特别讲哦，欢迎他自费待一阵子，自费他还强调了，看看他怎么说这个过程。Разговаривали первый раунд минут 30 на матерном язык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Слов матерных я потом уже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л, было в 10 раз больше, чем нормальная лексика. Мы хотим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нас хотят задушить, мы пойдем на Москву. Я говорю, на полпути тебя просто как клопа раздавят. 概念就是说他很激动啊，情绪很激动啊。但如果你不来的话，你就会像小虫一样被普京给揉碎了。这听起来好严重。那现在还说要把他刀下留人之后引渡到美国去吗？到底为什么？当然，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了他还是认为不排除西方参与了瓦格纳的叛变的可能性，还会继续调查西方加入的可能介入的程度赖教授怎么看？现在包括了拜登在中美双方各自做的这个外交活动。以及这个瓦格纳到底要怎么被送到哪里去？我觉得确实中美的关系已经不再只是两大国的关系，因为他们确实是影响到全球整个地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妥善、冷静、理性，好好的来处理。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应该要抛弃他一直想要遏制中国发展的这个想法，因为一直卷在这个地方上，对美国我觉得发展并是不利的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夏季达沃斯这个论坛中，中国大陆一口气邀请了4个国家的总理到大陆去访问，同时也去参与这个夏季达沃斯，这个有深意的。你看南太平洋的岛国纽西兰被邀请了，还有就加勒比海的巴贝斯也被邀请了。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东盟的国家越南。那越南去的时候，习近平特别就跟越南谈到有关于南海共同行为准则要加速推，还有军事合作，对军事合作要往前走。那越南也说，越南不会受到第三国任何一个国家挑拨的跟中国的关系。纽西兰他希望跟中国大陆说，我们新文字也能够走得又长又久，所以我们不会再像过去一样。这个翻来覆去、吵来吵去，再追随美国走了。所以纽西兰的态度难道不摆明了，就是不会再追随美国走抗中的路？然后巴佩夫他一个小国，在这个时候被这么慎重的邀请到这个夏季达沃斯，那你想，对于中国大陆在加勒比海的影响力的扩大，事实上是浮现出来了。您刚提到了跟古巴的问题，美国在日本、在韩国、在菲律宾都有军事基地，有驻军。坦白说，未来中国大陆凭什么不能够在古巴、在委内瑞拉、在加勒比海的相关的友谊的这些国家驻军呢？当然可以嘛。你美国可以在中国的家门口周边驻军，中国当然也可以在你美国的后院来驻军嘛。如果你美国想再跟中国大陆搞一套所谓的古巴危机，我觉得他的那一套下不了中国大陆，我的估计啦，下不了。也就是说，你要打仗，那就打一场仗嘛。我个人认为，因为除非你也撤军，你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资格反对我驻军。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事情。您刚刚谈到了有关于这个薛曼跟谢峰的一通电话，坦白说，如何见面？你如果谢曼跑去见谢峰，大家都说你美国示弱了，那你谢峰难道到国务院去见谢曼吗？就只能通个电话，所以只能通电话。所以接下来怎么见面呢？还有哪些接下来的中美接触？拭目以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夏季达沃斯会议正在天津召开，其中纽西兰的访中呢，特别得到了关注，尤其习近平特别跟他见面的时候，双方的谈话观察重点在哪里呢？周教授，其实这个
西方媒体对于纽西兰这次去很有意思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哎，纽西兰现在因为澳洲的产品被大陆禁止，就有一段时间禁止它进口，所以他说，哎呀，纽西兰现在也很紧张啊，所以也跟中国大陆保持距离。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跟纽西兰实际上的一些过去的做法，其实有蛮大的差距的。纽西兰一直是非常积极去经营大陆市场的。这一次这个纽西兰的总理希金斯去，还特别品尝了纽西兰的这个奇异果。但大家知道吗？奇异果其实最初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然后才到了纽西兰去啊。但这个里头当然就反映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连结哈，中国跟纽西兰之间。那我觉得为什么特别讲说纽西兰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经营中国市场的呢？因为第一个，纽西兰是全世界最积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第二个，纽西兰也是少数几个跟大陆跟台湾都签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国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当初他很积极去问中国大陆说，哎，到底可不可以跟台湾签？其他国家没有他们这么积极啊。所以他跟纽西兰跟新加坡是第一批跟台湾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在ECFA 之后的。所以当时那个也被认为是 ECFA 所创造的一个红利，因为有了 ECFA， 所以台湾能够跟新加坡、跟纽西兰签。那这当然有台湾的努力，但是也有纽西兰跟新加坡的努力，这就反映了纽西兰非常务实的一个精神。纽西兰还有一点可能跟大家没有特别注意到的是什么？就是纽西兰其实跟美国一直过去有一点摩擦，原因是因为纽西兰是主张非核化的。那美国的这个核子潜艇要到纽西兰去停泊，过去纽西兰说不可以，所以这个变成双方的另外一个关系紧张。我们从这里头都可以看出来，纽西兰虽然称之为五眼联盟哈，但是它在这个五眼里头，它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个国家，它也一直强调价值，但又不被价值所绑架。他也很重视他的这个商业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他跟中国大陆关系这么密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这一次呢，在纽西兰总理访问大陆的时候，纽西兰的外长突然在纽西兰发表说，他在3月的时候跟秦刚好像吵了一架。我觉得那个其实有一点就是消费，就是满足国内的这个读者，满足纽西兰国内的民众。为什么？就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这个总理去啊，不是只是开拓市场啊，我们也有我们的价值。其实他双方吵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纽西兰对于所谓中国大陆跟所罗门群岛的那个安全协定，它有一些看法，就是还是没有妥协的意思。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罗斯的军政变呢，一天结束。现在普里格金人在白俄罗斯，但这个当中有一些斡旋的过程很有意思。对啊，大家看到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有国家领导人级的在公开的谈话里头讲说，居然讲了几十倍的脏话，这样全部这样讲。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讲，但这个人真的卢卡申科还真的蛮直白。那他会这样讲表示什么？他跟普里格金真的交情很好，很熟，对，非常熟，所以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交谈。那他也毫不讳言的说，你敢进攻的话，你会被普丁像捏小虫一样捏碎，直接这样讲。那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个话呢？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表现说他在这次的斡旋中立了大功，是他成功劝服了普里格金。那另外一方面，就让我觉得很怪，也就是正常的状况下，如果你是在俄罗斯发动政变的人，你应该会想要，就是你不想再政变了嘛，你应该会怎么样？应该会逃离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啊。你为什么还会留在白俄呢？他对卢卡申科这么信任吗？因为卢卡申科也是普丁的好朋友啊，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单纯。然后你看美国这时候就插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让我们一起来说大白话国际新闻，一起来讨论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
来看看哦，从上一集我们就讨论到今天一早的新闻一出来，《镜周刊》爆料哦，其实也不算是爆料，因为他已经到了司法程序了。基本上这个原配已经到法院去告了总统府前发言人，因为一早立刻又请辞获准了。古拉斯这个报布伦的当第三者被告上法院的消息，因为火速请辞的关系，很快9点多请辞就获准了，所以获准之后算是止血了吗？那么大家媒体去问蔡总统啦，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你感觉怎么样呢？他当然就没有回答，听听这段过程。总统怎么看库拉斯发言人卷出婚外情风波？有关心吗？那当然，总统是没有办法回答，就赶快匆匆离开了哦。但是呢，其实，在党内的几个候选人或政治人物，真的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已经变成常态。民进党这个火一把一把的烧，都跟情色或者是婚外情这个相关都有关系。那么很多候选人还都退了，而其中基隆的张炳军退选，这是倒是因为跟司法上面被认为他有所谓司法争议，甚至贿选的这个问题，诈领助理费的问题，现在恐怕也有人要他赶快退选。所以有人说要蔡适应再战吗？当然也有人推荐鸡排妹，因为鸡排妹说她到哪里都可以，所以有支持者喊着说，干脆来基隆选好了，不怎么去基隆，还不如来基隆可以打出一些不一样的选风。但同样的，鸡排妹也曾经被爆出来，周刊一样是爆料，她说在夜会保时捷男这件事情上被扯为小三，她非常愤怒，立刻去提告，但现在法院败诉，让他败诉了，所以证明了周刊的报道是正确的吗？好，已经被法院认证为这个相关内容的消息吗？所以到时候如果他真的出来选，会不会又有类似的事件，又要退选哦？这可能也是一个为难的地方。那么甚至因此基隆有人在劝说，那干脆林右昌之前的市长回来选算了，那会不会放弃内政部长回来选立委？但是这个有没有把握的仗啊？对林右昌来讲有没有必要？无论如何，这些连环报的，不管是黑金啦、性骚扰啦，或者是单小三啊、发言人这么多的事件，跟让大家觉得很争议的事情，结果民进党的民调到目前在各家里头的台湾民基金会里面就显示，几乎他都还是稳稳的第1名，在盖洛普的民调也是一样。都有一个施政满意度上的基本盘，所以死猪不怕滚水烫，民调继续维持第1。这个是再怎么发生真的习以为常之后就不稀奇，就让大家觉得发言人有这些状况好像也不稀奇的一样，性招待都可以了，这有什么吗？所以民调数字民意的反扑会不会展现在这个选票上呢？那当然，《镜周刊》一早爆料总统府发言人有当小三啊，这个侵害人家的婚姻权啊的时候，镜电视今天却也马上强度关山，下午已经通过了哈。就是今天呢，当然昨天开始了就因为国民党立委发现哇，居然趁着休会期间跑去要来审查上下86频道的镜电视的问题呢，那么就立刻冲到现场去，想要阻止先看看现场一些冲突的画面。什么东西？什么叫明天？我们被锁住了，来，来，上来，来，下跪一下，报案人在这边，请上来。我们报案的，来这个，我讲这画面是怎么回事哦？当然是因为呢，这些立委们要去做抗议，希望到会场去监督整个议会的进行这会议的进行。结果呢，进不去啊，又被锁在楼下。后来电梯被锁了，然后爬楼梯到楼上的门口又被锁住了，安全梯被锁住，所以他们就报警到消防局说：“你们来处理，安全梯被锁住了。”那当然还是打不开最后只有悻然的离开。离开之后 ，NCC 马上就通过了这个86频道让镜电视换照顺利的这个案子。一早镜周刊先爆料，下午镜电视就过关，是不是有点相关的玄机跟关系呢？这个当然网络上有很多的讨论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焦点等等的而立委陈婉慧就说了NCC 内部的员工就有人检举有一位向来坚持不放水，还是有这样一个坚持的委员呢，近日因为确诊请假了，所以陈耀祥马上火速的就把这个争议的案子排进来，趁着他不放水的时候，委员休假就可以赶快过关吗？他形容这个叫做司马昭之心。那么陈椒华委员也是说要再一次警告陈耀祥，他
呼吁 NCC 委员们不要因为党意强渡关山而败坏了 NCC 的独立性，黑手深入 NCC， 这样不管委员们怎么说怎么闯，门关就是关，案子要过就是要过啊，就没有在管，不要再在乎的，案子已经过了啊。除了这个之外，北农人事案也一样啊，就是中央要怎么样？人事要安排他们自己的人马进去，如果不接受，明明是一个股东会、董事会的成员的身份，一票投出来的董事会成员，结果农委会说要硬干就要硬干，所以前几天呢，当董事会召开的时候呢，所有的中央关股的成员就直接退席，让这个会流会了。当然，吴怡宁又跳出来喽，他说北农呢，他在当总经理的时间1年多，每天都认真做事，强调自己的专业啦哦。但是这个改选出生是为了什么呢？我没有忘记让他自己过去曾经干的事情，让大家又回忆了一遍，包括在春节最忙的时候，居然要求放假哦，让菜价崩跌，吴怡宁神隐啊，或财报啊，相关专业看不懂啦哦，然后甚至有要去帛琉啊推广蔬果，光是运费都不够等等各种问题，所以呢，我会继续要力荐的是翁正兴要续任总经理，跟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官派希望指定的名单不一样。那其实本来就是股东成分成员一票投票，但无论如何投不过人家，那农委会就把会给流会了哦。所以很多的民间，包括农委会的农业的专业人士都批评，这种就是用一堆酬庸的人进来内部让他虚胖，却没有制度可言，不就叫做特定人士要把持这个最大的肥猫跟利益吗？那么当然也有人提到韩国瑜担任北农总经理的时候，拍卖标准一致，很公平，所以农民不会是农奴啊，也不会出现特权呐，所以呢，业绩反而更好，营业额是好的。当农民说农委会把人带到北农，已经把内部搞得乌烟瘴气，通通都是空降部队，也看不到什么有专业可言。看看吴怡宁就知道。所以韩国瑜今天也发文了，他说如今的高官呢，随意批判的一番话，不仅扼杀农民朋友在农业投入的辛劳，也无视于北农这么多辛辛苦苦打拼的同仁多年来兢兢业业的付出哦，他是无法忍受把这个所谓农业还有北农的信誉最重要的一个信用的问题，通通都打坏了。彬哥怎么看呢？从这个选战当中。不断民党发生各种情色啊，这个各种消息不堪的消息，发展到北农，他们硬要这个名单人事也要控制。今天有人大家在怀疑啦，就是说为什么《镜周刊》要选择今天来报古拉斯这个料？其实就是因为今天是要闯关，所以用这个新闻来掩护，让大家都去注意八卦的时候就忘记这件事，他们才有过关哦。那我就觉得，其实像国民党出了这一招，就是要直接叫消防队来，我觉得这一招还蛮不错的。那可是现场应该要监督他，因为他们把逃生门关起来是违反消防法规的，所以再来讲，你消防队就算没办法处理，因为他们死都不开门嘛，没办法处理，你应该要开罚单的不是吗？请问一下，开了罚单没有？应该要给 NCC 开个罚单，因为他这样做已经违反消防这个安全的规则了。那实际上呢？我也必须说，这些你看，这些 NCC 委员冒着生命危险来通过这件事情，就是宁愿被烧死，他也要通过，你就知道他们的压力有多大，这个党意有多深。那至于说陈嘉华委员他们还在说那个 NCC 要记得自己是独立机关NCC 从来就不是独立机关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独立机关，他们全部都是人家为了民进党的利益存在他没有这种自觉，所以你们也不用帮他担心了。那古拉斯这个东西真的还蛮好笑的，说真的啦，你说现在我们通奸已经除罪化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原配大概现在就是主张他那个侵犯到他的配偶权嘛，所以呢他现在对他提高100万。那这个正宫呢，现在已经直接上书给赖清德跟蔡英文了，所以要叫他们出来处理，说他就算辞了发言人，他还是你们民进党党员所以你们民进党是不是要做出处置？问得很好民进党要不要做出处置？我看不会做出处置，他们大概你看蔡英文看到蔡英文这种消息就溜走。不过我是觉得很趣味就是因为正宫有他156页的对话，全部的内容都有，很不堪。然后古拉斯到现在还在睁眼说瞎话，说不知道他有婚姻状态，然后两个没有逾矩，没有任何亲密行为。你没有亲密行为，然后你们在讨论将来要生个 baby 叫 Lucy。那请问一下，你是圣母玛利亚吗？他是圣母峰。对，请问对那他为什么说要攀登圣母峰？不是就代表他是圣母玛利亚？然后这位李姓警官，你的英文名字叫约瑟是吧？
那你们准备生的怎么会叫 Lucy？ 应该叫耶稣啊，对不对？不要侮辱我们耶稣好吗？因为他没有亲密行为就可以生了，那不是耶稣是谁？史上唯一的一个不就是吗？对，所以我觉得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啊？古拉斯真的不要丢这种人好不好？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总统府历任发言人几乎都出这种包，无一例外。竹凡不及被宰。对，是怎样？民进党挑发言人的特色就是一定要有婚外情才能当发言人，是这个意思吗？就算没有婚外情，也一定要才干过人才能够当发言人吗？是这样的意思吗？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民进党的标准是什么。那其实基隆这一席哦，现在这个因为被抓到那个冒领这个助理费嘛，然后现在退选了。那我觉得鸡排妹是个很好的选择啊，对不对？选举要彬哥一路走来，我一直都非常支持他。支持鸡排妹，对他选哪一个职位我都觉得很好，我真的是这样觉得。为什么还挑什么人就让他去选啊？对不对？然后叫古拉斯帮他辅选嘛，对不对？然后两个人一起就可以贩售飞机杯小物，这样可以募款，不是很好吗？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是很好的人才。林右昌这个大家都看腻啊，还回基隆，烦不烦啊？蔡思英你们是要去害他是吧？他才刚被抓到论文有问题，你们要害他吗？所以鸡排妹是最佳人选，民进党不用考虑，就是他就对了。那至于说北农这个事情呢，我必须讲，他们之前才因为抢个菜摊丢了江山，现在又来，还在搞这个东西，很好，你们就继续搞。然后现在农委会以拖代变嘛，想说拖到30号，看是不是能够说服一些民股，就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啊。只是问题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抢这个东西？是真的是为了北农好吗？为了农民好吗？根本不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嘛。不然的话有什么好抢的？而且照理来说，他根本不应该去抢，为什么？因为你农委会本身自己是监管单位，你自己是监管单位，你为什么一定要派总经理？奇怪了，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最丢脸的就是这个吴音宁还好意思出来讲，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被干掉了吗？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会，你哪来的专业啊？你根本就没有专业，你是忘记这件事了吗？所以我现在是非常乐见鸡排妹啊、吴音宁啊、古拉斯也不要放弃，继续出来选。民进党这些人都出来的话，2024的选举才会真正好看。楚教授可能不太正气凛然，不太适合谈古拉斯，那你谈谈 NCC 如何？好，基本上来讲，我们看到 NCC 哈，其实这个进电视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如果真的他觉得需要开设一台新的电视台，然后进电视也符合这个条件，实在今天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我觉得应该开大门走大路啊，怎么会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偷偷摸摸去审啊？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整个民进党的问题，其实我们如果看 NCC 这一次通过进电视，跟北农其实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民进党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的一种权力饥渴症，所有的资源都要抓在手上，电视台要抓，北农要抓，什么东西都要抓，什么东西他都要安排自己的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不能放过，一个都不能少哦。那我觉得，其实我特别想讲的，其实是讲北农的问题哦。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大家知道北农这个情况呢，过去曾经是韩国瑜当过这个北农的总经理，然后是吴音宁，然后现在看到是个翁正兴。那其实我认为最可怕的事情是从翁正兴最近现在讲到说北农要再换董事长跟总经理，我认为最可怕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大家知道翁正兴背后是谁？是新潮流要推他出来，所以你看他的用人用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是派系会用到什么，连一个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他都要去掌控。其实大家知道之前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事任命案，叫做台湾资安铸造公司。这一家公司它其实是资策会的转投资公司，本来照说这家公司就是政府政府部资策会转投资的，也是等于是泛公股，那么他就应该负责推动台湾的资安嘛。结果你又搞了一个数位发展部，好了，台湾资安铸造公司，它的执行长叫做于孝斌，据说还是赖系的，所以你看哦，他的人事任命可以下到这样子的一个泛公股的这个公司，都要安排特定派系的人来接管，你就知道他那个资源分配到什么样的状态，真的是令人不寒而栗啊！就是只要有位置就要去抢，只要有资源就要去掌控。那这样子，当然各种各样的贪渎事件，各种各样的这种公私不分，当然就会铺天盖地而来，让大家觉得对政府失去信任。我认为第二个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掌控了这些公司之后，你到底有没有创造好的绩效？有没有真正去
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看到是什么？大家记得，像北农现在谈到很多的问题是说，它这个蔬菜的价格，现在这个陈吉仲说，因为你看蔬菜价格上涨了，表示它这个蔬菜价格有让农人有赚到钱。但其实反过来说，蔬菜价格涨就一定是好吗？这个我觉得你也应该要看环境，现在的这个环境下，一般的价格是怎么样？它的价格到底是在高于平均、低于平均，你才能够去推估说它到底是不是让农民真的赚到钱。可是我要提醒各位观众，另外一件事情，农田水利会2年以前政府收归国有，然后现在怎么样？去年丰水的时候，在台中的农田也有些农田是没有水灌溉到的。今年缺水的时候，中南部还是很多农田没有这个水去灌溉它们。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当你政府把这些资产收归国有，让很多原来投资的农民他的财产被政府收归国有之后呢，你没有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另外一个我们非常担心而且非常痛恨的地方，就是你要把这些资产收归国有，你要去掌控，你就要服务人民啊。结果不是，就像我刚才讲到那个资安铸造公司，你现在你政府就掌控了资策会、资安铸造公司，你还要再开创一个叫做数位发展部，然后呢，我们大家的个资还是一样泄露出去，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看到北农这些，包括像这个今天 NCC 通过这个禁建式，我觉得其实它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是，那教授，就是我们民众要求一些政策可以回到专业来讨论，真的好像是苛求，很难呢。不管是禁建式，或者是关于农委会的相关北农人士，但是民调数字不管他们出再多的包，出再多的事情，民调数字现在好像不动，但问题是到时候投票要看选民的选择。我觉得绿营的基本盘很稳，它完全没有松动。不管说这个某一个人啊，一个领导人，他本身的学位有问题，不管说民进党的上上下下有一大堆人，他的论文是用抄袭的，而且都被抓出来了，都有抄袭，都在造假，而且都剽窃别人的智慧财产权，然后还这个大言不惭的，一点羞耻感都没有。那不管呢这个总统府特别喜欢用这一类的人，古拉斯或者是前段时间在您的办公室、您的前办公室这个做了很多公务以外的事情，对，公务以外的事，然后让你觉得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力气去消毒的这些工作，而且还要请清洁公司再一次的清理消毒，因为你都不知道这个办公椅要不要换，办公桌要不要换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因为这个是常态这个他们特别喜欢用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会发现也就是说在道德上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呢，在这个人品上有很严重的问题，在智慧财产权方面完全去剽窃，不在乎别人辛苦努力工作的结果的这样的人。都可以在民进党内担任高官。然后刚刚郑东兄他就讲到说，有位置就去抢，有资源就去要。其实这代表什么？贪得无厌，大大小小的只要好处，全部要一手抓。民进党的特质，贪这一点是很强调。第二个，毫无道德感，毫无羞耻感，这一点是他们的特点。另外还有一个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在哪里呢？没有任何专业。吴音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也就是说，由于吴音宁才让我们发觉到说，原来去担任北农总经理的不需要去懂这个的，只要搞民运、搞社运，然后只要是政治正确的，都可以担任这个位置，只要政治正确。所以 NCC 也让台湾的所有的民众很惊讶，说原来政治正确。什么事都可以干，然后连司法判决出来了也都可以不甩的这样的一个政党。但是您看他的民调支持度还是很稳定，稳定什么呢？守住基本盘，这代表什么？他的支持者的人格特质就是这样，不在乎道德，不在乎专业，不在乎所有我们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要坚守的东西，他们只有一个，只要政治正确就可以了。